上巳节、寒食节、清明节这三者有什么关系？上巳节有什么传说？为什么寒食节叫寒食节？焚绵山又是什么传说？大家好，我是博正。大家都知道这个清明节呢是传统的24节气之一啊，但是呢还有一个上巳节以及这个寒食节，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很多人是傻傻分不清楚的。那这次呢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讲述。今年呢就特别好举例，这三个节日呢就非常有序的排在了3天，也就是清明假期这3天。那先说这个上巳节吧。那什么叫上巳节呢？上巳节最开始呢是把这个3月上旬的第一个巳日叫做上巳节。后来呢，因为这个阴历嘛，这个日期不是特别固定啊，人们呢就渐渐的把这个3月初3这一天呢定为上巳节。在《说文包部》里边呢有这么一句话，叫巳在中，象子未成形也。那它这个巳呢是通子嗣的巳，那也就是说上巳呢也就是崇尚子嗣。那上巳有哪些活动呢？上巳有这个临水服卵，临水服卵是为了祭祀这个高梅神的。那谁是这个高梅神呢？高梅神就是这个商的始祖谢。那谁是谢呢？那我在我那个春分的这个视频里面有讲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这么一个故事在这个地方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什么是这个临水服卵呢？临水服卵呢，顾名思义就是把这个煮熟的鸡蛋呢放在这个小溪小河里边，那鸡蛋会随着这个河流嘛向下漂流。那在下游的人呢可以把这个鸡蛋捡起来把它吃掉，那以此祈求孕育子嗣。现在说一下这个寒食节，寒食节也叫冷节、白午节。那为什么会叫白午节呢？是因为在寒食节这一天呢是在冬至那一天向后数105天，所以它叫白午节。那为什么要以冬至这一天来算呢？是因为其实在很早以前呢过那个传统的春节呢不是现在的这个大年初一，是以冬至那天叫做过年。这个寒食节呢通常呢是在这个清明节的前1天或者2天，那渐渐的人们呢就把它定在了清明节的前1天。现在说一下为什么寒食节叫寒食节。其实它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那个春秋战国时期呢，那个晋文公重耳他在外流亡了很多年，那他身边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贤臣叫那个介子推。那有一次呢这个重耳呢就已经饿晕了，那这个时候介子推呢看到了，就把自己大腿上的肉割下来呢烤熟了给这个重耳吃。后来呢重耳呢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也就是恢复了权力了嘛就想感谢一下这个介子推才发现呢介子推其实已经和他的老母亲呢到了绵山去隐居了。那这个时候呢重耳呢就派人去找嘛，但是绵山很大嘛，很难找的。那这个时候他下边的人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呢？下面就是说把这个绵山的3面都点上火，留1面不点，那以此呢逼出这个介子推。我不知道出这个主意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觉得不可理喻嘛。那就用这种方法呢想要去把这个介子推逼出来。那直到这个火已经把整座山都已经烧完了，也没有见到介子推出来。后来呢等这个火势完全熄灭以后呢，这些人又重新进山进去这个搜寻嘛才发现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呢在一棵柳树下被烧死了。那这个消息传到重耳那里呢，重耳非常非常的难过伤心。从此呢重耳规定这一天是不能生火做饭的，那以此来纪念介子推，所以有了这个寒食节。那现在说说这个清明节。那清明节有哪些活动呢？我想这个都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扫墓嘛祭祀。那其实也还有踏青。清明节为什么叫清明呢？其实可能有2个说法吧。第一个是这个兰亭序里边呢有一句暮春之初修葺事也，那也就是说修葺嘛，它其实是指修缮这个茅屋嘛其实呢更多的是也要让人们去清洗自己的身体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春回大地嘛，万物开始生长，那各种各样的病菌呢，可能也在生长。那这个时候呢，就以这种仪式性的东西，让人们呢到这个小溪边呢、小河边去清洗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呢达到一个清洁明净的一个目的。那所以叫清明。第二个说法呢，其实就是历书里边的一句话，说的是春分后15日，斗指乙，为清明，时万物皆节其而明净，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所以有了清明节这个说法。清明节有什么活动呢？刚才说过了，就是扫墓嘛，踏春嘛，踏青嘛。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延续，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临水服卵。那因为最开始是临水服卵嘛，后来呢又演变成临水服澡。那随着这个文人墨客的加入呢，这个临水服卵、临水服澡，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曲水流觞。那什么是曲水流觞呢？跟刚才那个形式，也就是跟这个临水服卵、临水服澡的形式是差不多的，那只是把这个服的东西呢变成了觞。那什么是觞呢？觞呢其实就是古代的一种饮酒的酒杯，你就把它当做一个酒杯吧。那怎么做呢？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些文人墨客嘛，文人墨客呢就很喜欢进行这个山水之间嘛。那在清明节这一天呢，3、5好友呢相邀呢到这个山水之间去游玩。那特别是到那个小溪的旁边，那几个好友呢就分列在这个小溪的两边，那准备了一个酒杯，那酒杯里面呢是装了酒的，那就放在这个小溪的上游。然后呢这个酒杯呢就随着这个水流呢逐步的往下漂流嘛，那停在某一处呢，那在位于这一处的人呢就要把酒杯里的酒呢拿起来一饮而尽。那同时呢喝完酒以后还要即兴赋诗一首，那以此来助兴嘛。这个就是曲水流觞，那也可以说是极尽风雅了。说到清明节呢，大家肯定都会想到一句诗，那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清明时节呢老是会下雨呢？那这个说法呢跟我刚才说的那个介子推那个故事有关。什么呢？就是介子推不是在那个绵山被焚烧致死了嘛？那说的是上天呢感动于这个介子推的这个忠良贤达的品性呢，以此降雨，想要扑灭这个绵山之火，那也就是泼火雨嘛，以此来纪念这个介子推，所以有了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么一个说法。那其实有一个更加科学的说法，说的是在清明时节嘛，来自这个东南的暖湿气流和这个北方的冷空气相遇以后呢，就会产生这个降雨，所以也就有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这么一个说法。最后呢说一下72候花信封。那清明1候呢是这个玉兰花，清明2候是梨花，清明3候是垂丝海棠。上呢说的上巳节、寒食节以及清明节这些传说和活动呢，只是我仅仅知道的一点点。那如果你有知道其他的跟这些节日相关的一些文化内容或者说习俗也好，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最后呢，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还 OK 的话，那希望你给我点个赞，同时呢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好的，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下次见，拜。